这下玩脱了，中国一纸禁令，既然不干人事，那就自生自灭吧。日本的科技命脉这次要被拿捏了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据光明网报道，2026年1月6日，中国商务部发布了一纸公告，直接瞄准了日本。简单说就是，以后那些既能造汽车也能造导弹的两用高科技玩意儿，卖给日本军队或者帮他们搞军事升级，门儿都没有。消息一出，日本股市应声下跌，日经指数跌了556点，汽车电子板块一片飘绿。有人调侃说，这一纸公告比首相讲话还管用。那么，中国这波操作真的会让日本经济陷入崩溃的10年吗？先解释下什么是两用物项，说白了就是一脚踩在民用，一脚踏进军用的东西。举个最牛的例子，稀土。这玩意儿号称工业维生素，你家电动汽车的强力脚电机、高级导弹的精准导航系统，离了它都玩不转。而全球的稀土供应，中国一家就占了70%以上，高端稀土磁铁更是占了80%。日本呢，它大约70%的稀土都得从中国进口。所以这一招看似针对军事，实则精准点中了日本高端制造业的任督二脉。从特种钢材、精密化学品到高级芯片材料，都可能在管制清单里。日本的看家本领，汽车、电子、高端装备，哪一个不是吃着这些工业粮食长大的？日本专家自己都算过账，要是中国针对稀土来个全面断供，1年，日本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2.6万亿日元，约合1160多亿人民币。这数目听着都肉疼。俗话说得好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中国向来是讲道理的，这次出手导火索清清楚楚，就是因为日本某些政客最近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，甚至暗示要武力插手。台湾问题是啥？那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是绝对不能碰的红线。你一边想着赚中国的钱，一边又想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上搞小动作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次出口管制就是一次合理、合法且有力的清场和反制，而且咱们现在工具箱更全了。新的对外贸易法马上施行，里面明确写了，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日本经济会不会被这一下子打崩了？直接说崩溃可能有点夸张，但说他要疼得龇牙咧嘴、难受好一阵子，那是绝对跑不了的。短期看是阵痛和心慌。大企业可能还有点库存，能扛一扛，但股市已经先尿为敬，跌给你看。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心里都开始打鼓，不知道下一批货还来不来得。中长期看，那是伤筋动骨，库存总有用完的一天，想找替代难。全球供应链，中国是绝对的中心。日本之前不是没想过供应链多元化，去别处找矿，但成本高，效率低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到2025年，他对中国的稀土依赖预计还在 60% 以上，最受冲击的恐怕是日本的王牌汽车产业。现在全球都在搞电动车，电动车的心脏电机极度依赖稀土，丰田、本田这些巨头要是核心材料供应不稳，还怎么跟人竞争？所以崩溃不至于立刻发生，但日本经济很可能会因此进入一个长期虚弱的状态，增长乏力，产业竞争力下滑，投资信心受挫，想恢复到之前的活力难了。接下来是最关键的问题，我们会不会因此自损800，甚至引发国内经济问题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先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。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的话说，当前中国经济是一半海水，一半火焰。火焰在哪儿？在人工智能如 DeepSeek 的突破，新能源、电动车、高端制造等领域，我们高歌猛进，产业链优势明显。对日本管制所涉及的许多高技术领域，正是我们火焰燃烧正旺的地方。海水是什么？是消费和投资需求相对疲软，是房地产调整带来的阵痛，是部分传统行业面临的压力。说白了，我们内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总需求不足。看到这，可能有人觉得中国是不是要关门了？大错特错，咱们的战略高明着呢，叫做统筹开放与安全。翻译成人话就是朋友来了，我们好酒好肉招待，但要是有人拎着棍子想闯门，对不起，我们猎枪也准备好了。一方面，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，我们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欢迎全世界的合作伙伴一起赚钱，搞数字贸易、绿色经济。另一方面，面对挑衅和欺负，我们也有了更趁手、更合法的防身武器。这次的出口管制就是其中之一。它的目的不是要把谁打死，而是要立下规矩。合作可以，但必须相互尊重。想一边赚我的钱，一边捅我的刀子，这生意没法做。中国的底气来自于全球最全的工业体系，也来自于我们是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魅力。连日本经济界自己都承认，现在离不开中国了。
我们有能力在保持合作的同时，坚定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。如果日本能认清现实，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谨言慎行，回到相互尊重的正道上，那么经贸上的疙瘩还有可能慢慢解开。合作的大门我们从来没关上，